It's a mindset shift. Happiness is the key to success. Stardust in the building. Let's go. Oh, what a feeling. This happy, happy feeling.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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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I can't explain. This happy, happy feeling.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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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hat a feeling. what a feeling. This happy, happy feeling.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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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ppy. can't explain. I can't explain. This happy, happy feeling.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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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iness,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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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Happiness, yeah, yeah, yeah. 欢迎收看让儿 DIY。如果你喜欢影片，帮我点赞、订阅、加分享哦。OK， 我终于到货了，活塞。那之前有说过哦，有机会展示一下活塞到底怎么组装哦。那以前的影片拍摄的话，我在组装活塞来讲的话，没有拍摄的很完整哦。那时候有说过，有机会我再展示一下哦，再拍一次，正确给大家看。那活塞我们先看一下这上面哦，通常都会有标示一些东西哦，箭头，然后英文字母。那通常箭头的部分就是指箭头通常就是标示往第一缸的方向。那第一缸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曲轴皮带盘最接近曲轴皮带盘的那个位置叫做第一缸。OK， 哦，通常啊，哦，这插销是新的。那这个凸点的方向，通常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大的方向。哦，就是说，等一下我们要从这边这样进去。那这样标示来讲的话然后通常这一侧的话是进气，然后这一侧的话是排气端哦。那到底要什么方向叫做排气，什么方向叫做进气？哦，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排气端来讲的话，现在量起来是比较短的。然后进气端这样子量起来的话，哦，那活塞销来讲的话，哦，这边插进去如果这样量的话，这边是比较长的。这个是曲轴连接曲轴的那个柄哦。那这个曲轴柄来讲的话哦，它也是有分方向的哦。那方向来讲的话，通常是底部这个哦上去之后，它会有一个凸点，也是一样会往哪一边哦，这个都是可以分辨的。那我们通常来讲的话，曲轴在运动的时候哦，你会去看到说它是到底是用所谓的正时钟转还是逆时钟转。那正时钟转的话，假设说这是正时钟，它应该是这样转的；逆时钟它是这样转的。哦，那是 OK 哦。那正时钟转的时候，你的曲轴柄会这样子稍微偏一点，然后活塞会这样子哦。那这时候会有一个所谓的冲击面，试一下有机会啊哦，怎么样组装活塞哦？那活塞跟曲轴这里，那曲轴来讲的话，我们在组装的时候要分清楚它的方向哦，要不然等一下组装上去你要再拆一次很麻烦哦。那组装方向来讲的话，你要先辨认一个点，就是活塞来讲的话，你要辨认哪一个点哦，就是它的冲击面跟它的冲击面哦，这样讲比较快。那它这个会有一个偏心的一个尺寸哦。那偏心尺寸来看来讲的话，通常啊哦冲击面来讲的话，你要去学会怎么分辨。那个东西网络爬文字是很多的。总而言呢，哦，就是说你的顺时钟转的来讲的话，哦，它的冲击面通常是在靠近驾驶侧，挡火墙那一面就是冲击面的，哦，就是你的曲轴盘，哦，在转动的时候是顺时钟。那你是逆时钟来讲的话，通常它的冲击面是在进气，在靠近最靠近你水箱部分的这个连杆来讲的话，会有个记号，哦，那记号的分辨来讲，我去拿一下它的底部这个。
OK， 这是我们讲的底部连接。那底部连接来讲的话，这里都会有刻这个哦，基本上来讲要刻这个字，你只要把它对上就好了。哦，那对着的话来讲的话，它有标示第几缸第几个。像这个是02，那它这里会有一个平面跟这个凸的，这个凸的通常就是朝向我刚刚讲的曲轴皮带盘的那个位置哦，就是靠近那边是第一缸，哦，靠近曲轴皮带盘的那个缸数就是第一缸。那我通常都会先这边抹一些油，哦，抹一些机油。机油的话，一般来讲是用干净的比较好了。哦，那我这些机油其实都是用一些换下来的机油。那我的机油通常都是用不到5000公里哦，所以说它的润滑度都还够。哦，那待会我们就是要这样把它组装上去。哦，那在组装前，我会先确认，哦，到底这个孔比较大，还是这个孔比较大。像我第一次买的。哦，这是之前就是几年前那时候第一次换车子，然后换活塞，好像它这边这个标记这里这个孔就比较大了，可是它凸点这边就比较小。哦，那这个是原厂的，看一下。那像原厂来讲的话，它是这边这个孔就比较大，哦，所以我们量一下比较保险。21.2，哦，这边比较大。21.05。哦，凸点这边比较大。哦，那再来动作就是把这个加热跟这个加热。那我为了快速啦，所以说我通常设定在450度。那有一些人会把这个拿去冷冻库冰哦，活动烧。这个拿去冰来讲的话，待会这个加热完马上就可以塞进去了。2很顺就可以塞进去了。这是到了曲轴连杆的部分，就要用弧钳去逼它了。
像甚至一点点其实可以用敲的啦，但是敲来讲的话，要非常小心这个曲轴不能让它歪掉，说你要小心哪个地方比较保险，那如果要歪掉非常小心。OK， 敲到这样就差不多了。最重要的是这个差不多在中间，然后这个还是可以稍微活动，所以在组装的时候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OK， 接下来是活塞环的安装，这个都已经装好了，松紧也差不多。那活塞环安装来讲的话，最好用这个活塞环扩张器，这样扩张之后，我只要把它放上去就好了，也比较安全。那你如果是这样自己把它撑开来的话，或者是这样子，如果你自己这样子装的话，装不好可能活塞环变形，比较轻微变形还好，如果严重变形的话，影响到它的这个间隙来讲，那你到时候就又开始吃机油，或是其他问题产生。那支撑杆或者是刮油，通常是有分正反面，只要能够把它装上就好。OK，这里有个沟槽，然后这里会有字体，字体的话通常就是朝活塞的顶部，待会就是要这样把它装上去。第一环也是那字体这边会有字体，那你如果看不清楚的话，就要去用手感觉，或是用放大镜去看。这边它是内侧这样子，从这边这样写进去的，它的角度非常小，你如果真的要看清楚的话，真的要用放大镜去看。那因为这个是全新的，所以说大概这样子还可以看得到它的字体。话就是活塞连杆，活塞连杆就是曲轴连杆的组装那活塞环的组装大概怎么样把活塞环放进去活塞上面的话，大概前面也看到了。接下来就是说活塞的缺口，一般这里会有活塞缺口，那其实你在组装之前，你要先放到气缸上面然后让它锁紧之后去量这个间隙，再来是要量这样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就是说我们放置活塞环的这个缺口这里，里当还要有个间隙那至于这些间隙要做什么，你可以去网络自己去爬文，解释的是说这个缺口的部分呢我们放置方式来讲的话以马自达6跟我们 Escape 来讲的话是同一款引擎。那马自达6的放置方式是这个是排气侧，然后这个是缺口，理论上这个缺口应当是要带，这是放活塞销的地方，然后这一个是排气侧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活塞冲击来说的话一般来说这个缺口要放置大概在这个位置这是一般来讲的话第一个环口或者是反过来进气面的大概这个位置。第二环来讲的话，就是直接对角线对过来，也就是大概这个位置但是呢，我现在有个重点来了你看一下，我等一下会放一张图片上来那这样有看到
那这个是原厂的哦，原厂的标示安装活塞环的方式，你会看到说这个是第一环、第二环、第三环哦。对，这个图片来讲的话，就是福特维修手册上面所讲的，它的方式是这个缺口直接放在冲击面哦，这个冲击面这里，然后第二环直接放置的位置，你可以直接看图片哦。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当我们活塞环进入气缸之后，是大概保持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它是压缩的状况。可是当你引擎开始热起来的时候哦，就是热车以后，这个活塞环的间隙会更小。那如果说这里啊，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的间隙，当你的活塞在运作的时候哦，它会去刮你的气缸缸壁哦。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的活塞是稍微有点倾斜，然后这样子刮上去的哦。但你看我这个动作，这样子推过来，然后往上刮哦。但是实际上的话，气缸圆形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保持这样子。可是因为受热来讲的话，有没有很均匀，我们不确定。一旦是这样子，这一个在这里，也就在冲击面这里，就很容易去刮伤你的气缸哦，或者是你的活塞环的运作来讲的话，哦，时间一久，哦，这是活塞环，时间一久来讲的话，它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哦，变成这样子交错卡住，哦，那这样子就会造成你的活塞环的间隙不够，哦，那活塞环间隙不够来讲，或是这个张紧度来讲的话，哦，可能时间一久，短期之内不会有任何问题，可是时间一久，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活塞环张力不足，哦，那这个张力一旦不足来讲的话，哦，你的油可能刮不干净，哦，或者是活塞环这个间隙过大，这个废气没办法挡住，然后就会顺着这个缺口，哦，就又直接回到曲轴箱里面，然后曲轴箱哦又从 PCV 阀哦又回到你的那个气管里面，然后又回到燃烧室去燃烧，哦，那这样就有点类似烧机油状况了。这一颗是我第一次大修引擎的时候拆下来的，哦，这是原厂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都已经咬死了哦。那原厂装的位置是缺口这个位置，哦，就大概对准冲击面这里。理当来讲，应当要在这个位置，结果是在这个位置，哦，那最后的结果就造成这个已经咬死了。哦，我现在怎么拉都拉不开。哦，那原厂的这个来讲的话，活塞来讲的话，我当时候拆下来，有的甚至是已经这个活塞环已经断裂掉的都有。我第一次大修的时候是按照那个你们刚刚看的那个图片，哦，也是原厂的方式去放置的，然后就发生了这个问题。这样看得清楚哦，也就是这个活塞环间隙的一个这个座哦，整个崩裂掉了哦。我那个气缸盖垫片那个小冲掉，然后温度过高造成一个崩裂掉。那最近这几天呢，我一直在找资料哦，包含前面我在重组新的活塞的时候哦，我有上网去找资料哦。那找完资料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哦，我们放的这个缺口的位置哦，我刚刚有讲的。哦，包括马自达6哦，原厂的维修手册里面，马自达的各车系引擎的组装哦，组装方式都是对角放置哦。那只有福特这边我看到的是这个问题。那我不知道我们台湾国产的后续国产过来的，像酷咖啦、Focus 啦、或者是 Fiesta 啦，哦，这几款引擎是不是哦，就是 EcoBoost 的那个引擎哦，是不是他们的活塞环的放置哦，是不是没有照我们刚刚看到的？缺口的位置绝对不能对准冲击面跟活塞销这个位置哦，我不晓得啦哦，做跟放置哦。那我刚有讲，我第一次重组引擎的时候是照刚刚你看到那个维修手册的那个位置去放置，所以说才会导致说我现在发现的这个问题哦，活塞环整个崩裂掉。当起初来讲，这个刚拆卸下来的时候，这个活塞环来讲的话，哦，它是有点半咬死的状态。然后呢，我是用那个尖锐的起子，然后慢慢去把这个活塞环给拨起来。然后拨起来之后呢，这边这个环呢，哦，不是活塞环哦，是活塞上面的这一个东西，整个就剥落掉了。OK， 这是这一集的最精华的重点哦，那就讲到这边。那你如果前面看完之后马上就快转掉了哦，然后你完全不把我后半段这边看完的话，那你在面段重组引擎，那你自己的事情的哦，活塞环安装放置的位置。哦，那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哦。
哦，那这边你有看到哦，这个就是马自达哦原厂安装活塞环的标示。哦，那这个详细的话你自己再按暂停去看，我就这边先不多说哦。那我再猜想说，福特的车系哦，因为后续的车款呢，以后续的像酷咖啦哦，还有 Focus 啦哦，甚至是 Fiesta 啦哦，这几款车子来讲哦，当然他们都是采用新款的引擎的，可是呢，就是说会造成所谓的非机油蒸汽过多的问题。那这个非机油蒸汽过多来讲，最常遇到就是说它常常会累积在你的进气歧管里面哦，特别是你很爱拉高转速车子的人哦，很爱拉转速啦哦，这样讲比较快啊哦。像你特别爱拉高转速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的，假设说你的活塞环放置是这样子的，在所谓的冲击面里面去放置，那你的这个问题就跟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的哦。除非说你再去加装所谓的废机油回收哦，但是废机油回收大概只能够帮你滤掉所谓的那个废机油蒸汽滤掉，大概不到50%啦，也就是那个废机油蒸汽出来哦，然后你用废机油回收去滤掉那个废机油，大概不到50%的量而已。哦，当然这样可以尽量避免掉所谓类似烧机油的问题。可是你这个没有去解决掉的话，哦，就是活塞环如果真的是放置在这个位置，没去解决掉的话，时间一久，或者是你常常拉高转速来讲，可能问题开始发生之后都是小问题，哦，但是陆陆续续的累积起来的话，就会发生大问题了。哦，最麻烦的就是引擎出怪手，你的那个气缸壁整个刮掉，哦，就整个引擎几乎报废掉了。OK。哦，那我大概要解释的就是活塞的组装，哦，非常的精密，然后要非常的小心跟留意。哦，那这一次我原本第一次组装的时候，原本是相信福特原厂的配置，哦，那没想到这次发生这样的状况跟问题。哦，那我现在引擎全部组装好了，那也试发动，也出门出去了。哦，那就发现说我原本从那个摇臂式盖那边出来的那个废气回收那一条管路来讲的话，哦，出来的废气油蒸汽是几乎没有了。然后引擎开始热了以后，哦，那边会产生一点点负压，哦，就跟我爬稳爬到的，然后看到的资料是一样的，哦，也就是那个从我们讲加油管出来那个废机油蒸汽的回收管路来讲的话，它那边有点类似我们讲呼吸管，哦，现在已经解决掉这个问题了。那车子的状况目前来讲的话，又开始有所谓的，怠速会稍微抖动了，但是我已经抓到问题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到下一集影片去。哦，那今天目前为止，这一个活塞的组装的拍摄到今天结束，到现在录影，哦，今天已经是2023年12月31号，刚好是今年的最后一天了。哦，那我是去年12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发生车祸之后，就整个人运势很不好。哦，那当然最近这几天这样下来讲的话，整个人的运势就开始慢慢好转了。OK， 好，那祝大家新年快乐，平安赚大钱。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